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大半夜吵什么呀？还让不让人睡？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救命！别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总镖头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总镖头出事了！人呢？三眼雕人呢？说，三眼雕呢？人现在在后院。快！阳交替，庇护，避祸。阿桂姐，我更了，该歇歇了。民臣断了供货，一帮大小累赘你来养，给老娘滚！我更了，庇护，避祸。你看我干啥？你也想玩，跟你谈。怎么了，小少爷？他抢我肉包了！谁呀？谁敢抢我们家小少爷东西？不想活了？你们这帮臭要饭的，谁偷了我娃的脚骨？没有没有。哦，原来是你偷的！你把我肉包子吃了，这个狗都不吃了，你还给我！你们是不是当我是傻子？嗯？就你们偷东西，翻了天了！别打了，给我往死里上！臭乞丐！就你们偷东西！打了！别打了啊！使劲的打！这帮臭要饭的，偷我的东西，给我站住！五更了，平坦。日月同辉，昼夜同期。哎，小宝，怎么了？说话，小宝。小宝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你娘呢？捕快班，让一下。
三更姐。凭什么抓我啊？在这山里种地也有罪啊！若是无罪，又为何躲在这深山不出？我呀，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，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啊！这凭什么把我抓起来啊？刘阿贵，你可认得？啊？刘阿贵，绰号母老虎，因性格暴戾，欺行霸市，百姓敢怒不敢言。8月半4更时许，吊死于自家杀猪棚里，周身密布鼠类抓痕。案发后，市井皆传其为欺压良善，遭灰仙报复致死。但我不这么认为。这是我在死者刘阿贵身上发现的东西，你可认得？谷糜子，那恶人呢，短暂的神经麻痹，失去意识，下九流拍花子惯用的伎俩。我也曾接触过此类案件，犯人利用谷糜子拐卖儿童，也是个走江湖的彩门系法师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怀疑我啊？就因为我也曾经是彩门中人？你不光是彩门系法师，你还是前朝大系法师半天云之子，还曾留洋今年西方戏法。西方不叫戏法，叫魔术。管你什么妖魔鬼怪，反正这种案子你做起来最得心应手。哎，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说话呢？哼，是。哎呦，我都退隐江湖20年了，江湖上的事情我不过问的，凭这就把我抓起来啊？可你还曾是老客的一员。20多年前，一群以彩门败类王石果为首的恶匪，以老客为名横空出世，所到之地烧杀掠夺，无恶不作。王石果精通彩门戏法，经常以此手段刺杀官贵，残害百姓，令案件扑朔迷离，以致官府重兵围剿多年，才将这窝匪患一网打尽。而你，就是其中一条漏网之鱼。九河镇连生3起命案，其作案手法皆是以假借灵异怪谈之事迷惑人心，与昔日老客做法如出一辙。我在死者刘阿贵身上查验过，那根本不是鼠类抓痕，而是将其毒杀后悬于梁上，再将鼠爪制作的铁器施加而成，只为扰乱案情。当年老客那本花名册上最后一页，分明是你的名字，辛14。不可能！你冤枉我！冤枉？好，那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戏法小有神通，有道之人皆能变，无道之人变不成。1、2、3、4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！小子落魄在此，卖点力气，赚点路费。干嘛呀？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有病吧？对，有病，相思病，你就是我的药。这位爷，你干嘛呀你？你知道我谁吗？信不信我削你？爷，你看我人耐力薄了，您救救场。哎，走，走过吧。爸爸，还是个高手啊！兄弟，坐。各位恩客，想必大家都是游历四方的饱学之士，可曾听闻江湖有一奇术，名为招魂术？
今日大家可有眼福了啊！小的不才，给大家表演一招勾魂摄魄。众位看好了。起！咋回事？我咋变这么小了？小了这是，还有两个小桃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会员将编完金刚列两边，千里还灵在，急急如鞘来，走！行。感谢配合，感谢配合。小子会妖术啊！不是妖术，是戏法。他呀，先用江湖上惯用的鼓迷子麻痹了那无赖的心智，再利用提前备好的烟粉制造施术幻象，骗过观众的眼睛。再说哪有不摄魂之术？小机关配合腹语术，不算高明伎俩。感谢各位赏脸啊！哎，可他当着这么多人剖开了那无赖的肚子，还有那些棉花，那不过是江湖惯用的鬼手术，被剖开的是塞满棉花的猪皮兜。走吧。不错，原本就定好今日要出此招，即便没有那无赖闹事，他也会选其他人下手，旨在惩治恶徒，博观众的好彩头。今天到此为止啊，到此为止，咱们有缘再会，江湖再见，江湖再见。到地方了，就是这儿。这陈大福啊，也算是富甲一方。出了这事儿之后，所有的家丁都跑没了。只可惜这偌大的宅子，俨然成了一座鬼宅。杨老爷，夫爷安康，夫爷吉祥。今日陈某寿辰，您得多饮几杯，多饮几杯啊！一定一定啊！放心啊！夫爷，夫爷。进。老毛病又犯。谁家的小姐如此风骚？今晚得好好补补。来，啊，送您此杯啊！感谢主公赏脸，陈某特备下一道绝品美味。哦，等会儿，我们福爷啊，那是遍尝天下奇珍呐。福爷能说那是绝品，那得是多神奇的美味啊！您快说说啊！诸位有没有听说过望月扇？望月扇。南国有一奇鱼，名望月扇，此鱼以腐肉为食，黄身血眼，极其凶猛。每至月圆16之夜，便游出洞，昂首望月，吸食天地灵气。相传食之大补。陈某有幸购得2条，愿与诸公共品。这个灵物啊，尤其是能望月的那种，吃了它有伤阴德，吃不得呀！灵物，至
士灵不过人参，何况一条鱼？咋了，老爷？李四呢？又偷哪儿去了？快上菜！我去催。这李四干啥去了？这是。李四，哎，老爷催菜了，快点！好了，知道了，不要催了。望月扇到。哎，来了。望月扇，敷衍您慢用。诸位，请吧。哎，好，哎，我尝尝。哎，此等美味，自是福爷先尝。有道理。啊，那服爷，那陈某就不客气了。现在你知道木盘里是什么了吧？会不会是厨子投毒？哼，该查的都查过了，没有任何证据。那宾客呢？眼见陈大福化为尸水，吓得不轻，什么也问不出来。那根本不是尸水，那是勾兑了糯米粉的鹿血，江湖把戏而已。若是这样，那陈大福的尸体去哪儿了？总不能凭空消失吧？当然不能。你们不是怀疑我，是想我帮你们查案吧？当年您被老客害得不轻，又怎会怀疑到您头上来？那老客名册是假的，名字是我写上去的。你您老无怪，您老无怪，只因案情棘手，您又不肯出山，无奈之下只能出此下策。老客的作案手法您最了解，若他这次死灰复燃，定能助您一雪前仇。好，这个忙我帮。又是古迷子。古迷子？看来凶手是个江湖老手，他先利用古迷子，让众客反应迟钝，再以提前备好的陈大福相同的衣物替换掉原本毒发的尸体，但尸体沉重之后一时无法搬走。我猜这尸体还在这房中。放这么多天，尸体应该都发臭了，怎么可能还找不到？戏法师身怀江湖艺术，想要尸身不腐，并非难事。你们再仔细找找。谢谢，上去看看。是。姐，陈大福的尸体真在这里。
子，你撩的可够快的呀！拿下！既是同道，何必相残啊？你借戏法害人性命，也配跟我生是同道？I'm sorry 啊，有点撑。着不着？我真不是凶手啊，大姐。那你鬼鬼祟祟的躲在陈家干嘛？自然是帮你们啊！你也不想想，是哪个凶手能把护到把那个藏尸夹层里留条缝啊？那是我推开的。那你躲在夹层里吓唬我干嘛？怕的不就是你们这样吗？你们这些捕快没轻没重的。头，查到了，这小子昨夜才进的城，不符合作案时间。知道了啊。就算你不是凶手，你与此案也必定脱不了干系。当然有关。我叫白小白，奉命调查九河镇怪案，这是我的委任状。你是经理的特派员？哼！姐，哎，虽然还未捕获真凶，但连续的3起案子中，已有2起的作案手法基本查明。报来听听。屠夫刘阿贵被下蛊迷子反应迟钝之际，被凶手以麻绳勒死后悬于梁上，后又用类似鼠爪的特制铁器在周身制造192处伤口，再散布灰仙致死传说，扰乱案情。活人上吊后勒痕又细又深，呈暗红色，勒痕周围有血印，之后逐渐转黑。但如果是死后被悬于梁上，勒痕周围无血印，伤痕呈白色。经我反复查验，刘阿贵确实属于后者。第2起案件，陈大福死于寻常砒霜之毒，毒未下于酒菜之中，而是下在兽块末端，毒随兽块入口，所以无迹可查。陈大福中毒身亡后，凶手借烟瘴将尸体换走，藏于桌下。后趁众宾客纷纷逃离之际，将尸体藏入提前制好的夹层中。那还有一些案子呢？死者赵宗耀，人称赵公子，前朝贵族遗珠。妹子儿，想我了没有啊？想不想我？好久没有，可把你给盼来了。谁呀？来嘛，回去好好补补吧。小娘子，我还能行。公子，好久不见。别走啊！哎，大姑娘、小姑娘、这儿的姑娘，整衣裳，得真白，手真香，爷们儿看了心痒痒。哎，我左一搂，右一抱，温柔乡里可劲儿的造，大好年华井里钓。你说胡闹不胡闹？哎，干什么？你个老不死的，再来砸我生意，痛不打伤你的腿！呸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一个个的给我长点眼睛，知道吗？机灵点儿！哎呦喂，哎呦赵公子，哎呦你可来了，亲爸爸哎，小红、小绿、小春莲、如花如叶，我们家的那个，你看全来了。赵公子，都是他丫的俗法，你怎么这都没点新鲜货色啊？赵公子，您看我新鲜吗？我呸！来，你看看你这香脂馆啊，一个个的歪瓜裂。赵公子，想当年老娘我在香脂馆，那绝对是艳压群。你等会儿，那俩不错呀。啊，那俩丫头新来的，
我绝对是咽下去。左边那个叫什么？谁？左边那个叫什么？真的吗？哪能就是啊？那是小翠儿。谢谢。小翠儿。赵公子，新来的丫头还没开窍呢，我也饿，有点麻烦。哎，今天晚上到时候。对呀，就是。妈妈好。这俩孩子累坏了吧？看瘦的，吃吧。没规矩，得让姐姐先吃哈。这个是你的，要有大有小。吃吧，都是客人剩的，没事儿。公子，来我亲子。还是你最贴心。来，吃口菜。给您买上。本公子的戒指呢？哎，这不是赵公子的戒指吗？被你偷了？好啊，赵公子的东西你都敢偷？我没有，妈妈，这不是刚刚你给我们的吗？疯了吧你！你敢诬陷老娘？行，你刚看见了，你帮我说两句。妈妈，你胆子大了吧？想挨揍是吗？你既然偷了赵公子的东西，那你就得听赵公子的话了。我没办法。傻呀！小素姐，救我！赵公子，哎，走走。别跑啊！太过分了！这小翠虽说可怜，但好像与赵公子遇害一案关系并不大呀。我还没说完。此事2天之后，赵公子因家中有权有势，竟又去了香脂馆。哎，拿着。哎呦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真是。哎呀，你说这酒喝的，总觉得屋里少点啥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我的爷，您真是太有福气了！今天新来了一位姑娘，叫胡姬。又说那话，本公子是那样的人吗？低俗！哎呦呦呦，公子你这是这闪开，我自己去。哎呀，公子真高呀！一直等我呢，啊？可
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大半夜吵什么呀？还让不让人睡？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案发后，这香脂馆也就被查封了。那老鸨子逼良为娼，毁尸灭迹，不得已投了井，也算是遭了报应。便宜他了，就应该枪毙他200回。市井皆传赵公子是死于女鬼所命，但按照刘阿贵和陈大福的案件来看，定是凶手又在混淆视听。那个叫胡姬的妓女呢？当晚就没了踪迹。小翠幻化成冤魂，目的就是来索命的。天底下哪有什么冤魂，都是扯淡。走啊！总感觉哪儿不对劲。什么不对劲儿啊？他大半夜的，你别吓我啊！你不刚刚还说世上没鬼神吗？走。胆小鬼！烧的灰烬。怎么样了？卑职心死，精致魂飞，是失心疯。不过我为他吃了定心散，配合针灸安神，应该会有些好转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那地方太隐秘了，对不起姐，是我疏忽了。姑娘。杏儿，我是这里的捕快，你现在很安全。从现在起，不会有任何人伤害你了。杏儿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我们替你做主。那天晚上，赵公子又来到了香脂馆，我眼睁睁看着小翠姐，我明知道他会对小翠姐怎样，皮痒，我想救她，可是我不敢。没想到小翠姐她竟然会，小翠姐。闭嘴！你要跟他一样吗？滚进去！他们把我关起来，不给我吃，不给我喝，我也不敢睡觉，因为我一闭上眼，就能看见小翠姐在我脑海里，她在怪我，怪我抛下她，怪我不救她。我以为我再也出不来了，只能安静的等死，直到夜里有人在外面说话，求求我，都怪我，是我害死了小翠姐。我在客房里发现的，竟是火棉燃烧后所余灰烬。
也就说明此案确实与另2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。江湖上常有戏法师，以此手段蛊惑百姓。不错，用氯矾油和黄刀沙泡过的火源制成符纸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符纸极轻，遇火则燃，热气一脱就能飞起来，而且燃烧后是会留下些许不起眼的灰烬微尘。那纸人正是火棉制成。凶手先用一线将纸人与赵公子的衣物相连，先将暗藏在纸人底部的棉絮点燃，买纸人碎了热气飞起来，之后棉絮引燃纸人外部，纸人瞬间燃烧消失。可赵公子怎么死的？他总不能真被吓破胆了吧？对啊，没错，就是吓破胆。赵公子死亡前夜曾食用过苦艾草，苦艾草带有毒性，若食用不当，会使人心跳加速，从而精神衰弱，易受惊吓。可香脂馆这种高档的场所，又怎么会给顾客误食带有毒性的野菜？分明是凶手故意而为之。那胡姬呢？他就这么凭空消失了？胡姬不是凭空消失的。不对，我们好像忽略了这3起案件中的一些细节。大奸人张全，陈案的厨子李四，还有赵案的妓女胡姬。杏儿已经很可怜了，你还把她关在牢里？他与接官命案关联极大，只有彻底洗脱嫌疑，才能放他走，这是官家的规矩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哎，你这身为特派员，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就是觉得那丫头可怜。哎，不过也是人，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啊？同情心对恶人没用，只有法有用，法不容情。不是，你是个女人吗？我是个捕快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姐。来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骨头都快散了。啊，查的怎么样？这样咱们猜着了，那打更人张瘸子，还有那陈府的厨子李四都有鬼。我去了张瘸子家，那张瘸子建议人去楼空，然后又赶了10几里山路去他老家找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哎呦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那张瘸子半个月前腿伤复发，搬回了乡下疗养，这半个月根本就没进过城，又如何出去打更呢？后来我又去找陈府的厨子李四，他也辞了工，也回了老家。他不会也在养伤吧？这现在在养伤。你身为捕快，赖有私刑。你有证人吗？你有证据吗？哎呀！我打他打的是，打得我手都累了，可算把他嘴给撬开了。真是他谋害了自家的主子？不是他，但他知道是谁。不知道今晚要便宜哪个小兔崽子。据李四供述，他昏迷约有小半炷香时间，那女人正是趁这段时间潜入厨房，在陈大福的寿块上涂了毒。后来陈大福一死，李四也感觉那女人有问题，可他哪敢说呀？说出来岂不是害了自己啊？不好了，
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敢在牢里杀人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我都说了，不要把他关在牢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说，快说，怎么回事？酒里被人下了迷子。谁让你们值班室喝酒的？姐，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得主动出击。我和辛老仔细分析过了，凶手作案似有规律。富豪陈大福为富不仁，贪食野味，此为暴食，应体位之苦。屠户刘阿贵欺压百姓，为祸一方，连儿子小宝都是从亲爹娘那抢过来的，此为贪欲，应心脏之火。名流赵公子好色成迷，留恋妓馆，此为色欲，应肾脏之水。凶手逆推5行作案，并且每隔3日杀一人，下一个目标应当对应肝脏之木，为暴怒。该是县里脾性最差的人，而且死亡时间应该就在明日。暴怒之人，该不会是他吧？伏虎镖局，3眼雕。太嚣张了，捕快查案都不让进啊！哎，让姐进去已经够给面子了。哎，你不说这3眼雕跟你们家捕头有旧交吗？何止旧交，当年还是好姐妹。那为啥弄成这样啊？肯定是那3眼雕偷偷找了男朋友了。站好了啊！哟，三更，几年不见，混得不错嘛，都混成女神捕了，还改了个名字叫三更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果然又38又更年期。哪敢跟你比啊！伏虎镖局的1把手，名震江湖的女镖头3眼雕，不错，不但38心眼儿小，还是个刁婆娘。你到底来干嘛的？这里不欢迎衙门的人。说了是来救你，要不是职责所在，我懒得搭理你。哎，热呀！听说你跟老柯有仇啊？不共戴天。哎，那听说那老柯那首领啊，那王石果是你师兄啊？怎么会成仇呢？不会你也说过他女朋友坏话吧？算我失言，算我失言。镖局人强马壮，铜墙铁壁，不劳您费心。要是不让我在这查案缉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那还废什么话？掀桌子吧！来救你，当老娘怕你？
那你们就一起来吧。一群废物，一个娘们都打不过，今天遇到我，算你倒霉！姐，怎么样了？爱死不死！3八，居然敢骂我3八，这才是3八的！你把我烧了他才好，烧了我还救他！不救，我好看，他好看，必须你好看。哼！姐，你不说不管了吗？做给凶手看的。你演的可真像，揍成这样。假的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总镖头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总镖头出事了！人呢？3眼雕人呢？说，3眼雕呢？人现在在后院。快！终究，我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哎，新叔，你等等我，你还没跟我说呢。哎，我来吧。您和老客到底有何仇怨啊？你小子对老柯的事很好奇？不是，我是对您好奇。你所言不假，老柯手里王师果是我师兄，将我俩带进彩门的正是我爹，前朝大喜法师半天云。我生在戏法世家，可惜天赋永远比不上师兄王师果。话里胡哨，华而不实啊！爹，神仙锁。吃饭啦！哎，师兄，那招怎么练的？你教教我。吃完饭跟你说。吃饭。
铁线机关是彩门最基本的玩法，连这都学不好，还有脸吃饭？不，我怎么说不得你了？就知道盲目炫技，丢了真知，传出去都有损彩门的威名。好，你就抱着你的威名过吧。哼，坐下。我以为师兄吃饭才是继承我爹衣钵的最佳人选，我不想争，心灰意冷下，便远渡重洋到西洋求艺。二师兄，别气了，他毕竟是你爹啊。我出身彩门世家，却天资愚钝，处处比不过大师兄。倒是你也不差，只要刻苦努力，你爹啊，总有一天会看见的。若想令他对我另眼相看的话，只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我得走，只有远离他身边，才能超越他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去外洋，去学习彩门没有的西洋魔术。待我学成归来之时，定让他另眼相看。到那时，再报他一世亲恩。我这一走，竟令王师果现出真面目。他毒害我爹，勾结江湖败类，挟持我妻儿，逼我加入。所以，你加入了？正因为没有，才被害得家破人亡，妻儿惨死。我心如死灰，从此我便自封深山不出。足足20年。他怎么了？自己看吧。半年前，县里出过一起失踪案，失踪的人是13名南方客商。后来过了2个多月吧，这些人的尸骨被雨水冲出了山里。因为一直没什么线索，这案子就成了无头悬案。难道和3眼雕有关？没错。今日我们在伏虎镖局查验时，发现镖局那棵大柳树的树洞里满是金银玉器。原来当初客商们本想聘请3眼雕为其护送保镖，结果3眼雕见财起意，连杀13人。今天大树一砍，终于水落石出。没想到凶手居然是他，亏我还当她是姐妹。当年啊，说不定就是怕和你走太近，暴露秘密，这才和你断了姐妹之情。先别说那么多了，现在线索又断了。3天后还会死人，五行属金，金属肺，因傲慢，此人必定孤傲绝伦。还有一点，这凶手所杀之人，似乎都是大奸大恶之徒。此人想必也不会例外。范江南，人称范秀才，前朝举人。可惜生不逢时，中举不足半月就赶上了辛亥革命。后来常常嚷嚷着要恢复大清。哎，这就是他住的地方吧？确实挺孤傲的。可他顶多占鹞子，何来大奸大恶？你们不知道，10几年前山匪进城抢劫，这范秀才第一个当了二狗子。为了保全自己，还领着山匪到处烧杀抢掠。可惜他终究不是山匪同伙，官府也治不了他的罪。下座。范秀才，范秀才，山不在高，有龙有仙则名；
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此事陋室。哎呀，您这可不算什么陋室啊，陋室至少有间屋子，您这我就看啥也不是。你那什么武功秘籍啊？上面的招式我怎么没见过？此乃房中艺术，小孩子家看什么？非礼勿视。还有你懂什么？啊，人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，以天为盖，以地为床，几片烂瓦遮身，哎，反而阻碍了我吸收天地之灵气。好嘞，那我就先把您这草帘子给掀了。哎，别！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是谁呀？啊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啊！荷叶生时春恨生，荷叶枯时秋恨成啊！说人话。我乃你乃谁呀？小孩子别插嘴。我乃夫子门生，想我行端立正，没成想竟然有人要杀我，其心可诛，其心可诛啊！诛啊！据推算，凶手将在2天后动手，可否借您这……啊，书斋，借您这书斋一用，布局吉凶。不，对，随便布，但是一定要人多，不能便宜了那个小小之辈，让我这般忠良之辈遭受苦难呐。但是，说实话，这里怎么也算是圣人之地啊，像汝等这不是粗鄙之人，这是有点有辱斯文呐。要不这那什么，放心啊，不白用。哎呀，见外了不是啊？你读书人之事，谈什么钱嘛？谈缘。有把握吗？要不我先走。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我去我丈母娘家躲躲。看你这是小人。嘘。来了。终于等到你了。别动！是戏法。不是不报，日子未到，老东西。去死吧！这头，师弟，好久不见呐，20年了，你让我找你，找的好苦啊！怎么可能？我认识你，王师傅。师傅，小头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。
西叔，谢老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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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范秀才也已经死了吧？他卖主求荣，早就该死。我容他苟活20年，等的就是今日，1石2鸟，岂不快哉？啊！你骗了我这么久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姐，别跟他废话。哎，他徒儿，大事已成，还不抽身？原来是你！我早就猜到你是假的。我回头跟你解释。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总觉得那小子不太对劲，他真是经理的特派员？我也一直在怀疑，不过昨天发去经理的电报很快就会有答复。小心点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收好。这是什么？我留洋的时候啊，发现了一种荧光粉，你呀悄悄地涂在那小子的鞋底，就算他跑了，鞋印也会自行发光，便于追踪啊。他跑不了多远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出来！我知道你在这儿。世人都传你是杀人如麻的老克首领，我从没信过。你写信告诉我，说有人冒你之名危害人间，叫我回来帮忙，我更是深信不疑。可如今官案频发，由不得我不信。为何你连我都骗啊？啊！上当了，还是上当了。我何曾给你写过信？我能认不得你的字迹，你为什么要杀那些人？为什么20年了，你还不放过你的师弟？傻孩子，你着了人家的道了。师父根本没有写过那些信，你是世上唯一知道我在此隐居的人。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王师伯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可还记得我是谁？我当然记得你了，可你是不是真正记得我呀？我死都不会忘记你。师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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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娘，20年了，孩儿终于替你们报仇。恶徒王石国，伏法！这法伏得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西十四，真没想到，找你这么多年都没找到，原来你竟然躲在这儿。嗯，怎么？你在为那些被我杀死的蝼蚁安魂吗？可笑！我的魂没安，谁的魂都别想安。我才是你们口中的那个恶人。西西，你坚持住，西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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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怪你，在爱我，也在爱你，这就是报应，报应！师弟，西西，你还执迷不悟，你
你召集那些彩门败类都已被官府剿灭，回头吧，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呀！小云，小云，小云，小云！当年他心慈手软，满口仁义，竟傻到为我顶下一身恶名，苦我作恶，只把我双腿打断，让我残缺苟活一世。王世果，当年你不杀我，是你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。凭什么我在外阳受尽屈辱，而你却高高在上，被封为江湖侠义？是你毁了这一切！我有20年，又重新把腿接上，现在我就站在你面前，哈，可惜呀，你永远都没机会看到了。邓姐姐，是你写的？不错，只有你知道这老东西藏身何处。不骗你回来，让你一步步相信他才是老克的首领，你怎会带我到这儿来呀？啊！为了保全自己，你竟然滥杀无辜！无辜？哼！除了那杏儿自寻死路，其他几人哪个无辜？傅阿贵、陈大福本是我的得力部下，一个以刀法剑诀，一个以铁木山闻名。贾三娘师傅以镖局为掩护，替我出手赃物。范江南我安插在外，寻找下手目标的眼线。可惜他们都背叛过我，全都该死。不过最该死的就是赵家，当年率兵围剿我的将官，正是那赵宗耀的父亲。最该死的人就是你！无忌，一个不留，杀！呀！你去帮他。我的刀，这把才是你的刀。你不记得姐姐了吗？英秋。姐姐，我害怕。姐姐保护你。英秋，你拿好。这是爹给的，爹要我们保护好自己，你可千万拿好。找人，快来！救2个孩子！你这个畜生！那时候你太小，不记得姐姐，情有可原。现在想起来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姐姐，我不害怕。
亏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要害我！我想起来，是你杀我父，是你害我姐妹分离。我根本就不叫胡七，我叫迎秋。不快，20年没死，算你命大。既然这么多事，那就留下来陪葬吧。王世公，丫在等什么？等他一个回心转意，等他一个弃暗投明。王师古，师傅，我早就猜到了，你没那么容易死。多亏那个姑娘。你以为只有你的戏法会作假？难道我的枪就不会了吗？很想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，可20年你还是死心不改。哼！师傅在世时总说你的戏法花里胡哨，失去本质。此话至今你仍未悟透。王师果，少在这捉后人！一招不精，却企图万般皆通，复仇的执念终究毁了你的一切。我有今天，全是拜你所赐。今日，我定要为我的妻儿报仇！呀！以致你走火入魔，万劫不复啊！神仙锁。原来你们早就怀疑我了。所有戏法师手都应该细腻柔软，而你因杀人太多，右手虎口因握刀已长满老茧。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去找一户好人家。喜欢这玉佩啊？这玉佩可不能给你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彩门的信，我是要传给徒弟的。走。叔叔啊，长大我怎么报答你？快告诉我你叫什么？啊，叫我老王。比起你，我更信任他。师傅，你早知道真相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？这个事情太沉重了，不该由你们这代人来背负。那你为何不自证清白，竟然帮他背负了20年的罪名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呀，有事儿能没事吗？哎呦，哎呦！你师父走了？他已经放下心结，出了自设的牢笼了。想不到你还真是个特派员，之前错怪你了。看人不要光看表面。不过这次我为了帮师父脱罪，确实也动了点私心。申不无怪啊，申不无怪。我看你倒是挺有探案天赋的，要不留下？我，不干。我这人自带惯了，这风往哪去我就往哪去。走了。